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秦始皇被骗了吗？徐福东渡背后不是找仙丹，是一场被隐藏2000年的文明实验。如果我告诉你秦始皇根本不是在找长生不老药，而是在执行一项跨文明接触计划，你会相信吗？2000多年前，3000人出海，却没有一个人回来。这不是失踪，这是一场被隐藏2000年的文明实验。你以为徐福带走3000童男童女是为了炼丹？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和2025年马里亚纳海沟捕捉到的异常信号拼凑出了一个足以颠覆人类文明史的真相。始皇并没有死在沙丘，他只是在地宫中完成了一次跨越维度的格式化。今天我们翻开史记中被抹去的残片，带你看看那个被伪装成迷信的史前黑科技。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3次东巡，车驾停驻在齐地琅琊台，海风带着盐腥味掠过旌旗，随行史官记录着帝王的一举一动。而在这场看似寻常的巡游背后，一场关乎人类文明源头的秘密正在被悄然启动。秦始皇晚年对长生的执念已经从求仙问药逐渐转变为对时间本身的控制，他不再满足于延年益寿，而是开始怀疑人类的生命极限是否本就被某种更高层文明设定。于是他召见了一个人，徐福，一个在当时被称为方士的人，却拥有远超常人的知识体系。徐福并非单纯的炼丹术士，他精通星象、海图，甚至掌握某些无法解释的器物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来源于中原文明，而更像是某种被遗忘的古老遗产。据《史记》未记载的一部分竹简残片中提到，徐福曾向秦始皇呈上一块黑色石板，上面刻有奇异的几何纹路与非汉字符号。经过反复比对，这些符号与后来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图腾纹路有惊人的相似性。而更诡异的是，这些符号在某种排列下，竟然与现代已知的星图编码存在对应关系。秦始皇当时并未完全理解这些内容，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巫术，而是某种更高文明的遗留信息。徐福借此提出一个说法，海上并非只是仙山，而是遗落之地。那里存在3座并非自然形成的岛屿，蓬莱、方丈、瀛洲，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岛屿，而更像是漂浮在海上的结构体，能够在特定时间周期中显现，类似于现代所说的相位空间重叠。只有在天时、地磁与星象同时满足时，才会被观测到。徐福声称，这些岛屿是远古时期先行文明的停泊点，是连接人类与更高维度存在的中转站。而所谓的仙丹，其实是一种能够重置细胞衰老机制的物质。这种物质并非炼制而成，而是存在于那些岛屿的核心装置之中。秦始皇听后大为震动，他并不完全相信，但他明白一件事，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意味着他不仅可以长生，甚至可以成为跨越文明的统治者。于是他批准了徐福的第1次东渡。史书只记载童男童女3000，百工随行，却没有说明这些人为何必须是未成之体。实际上，徐福所需的并非普通随从，而是基因纯净个体。他相信只有尚未完全被环境污染的年轻人才能适应那片区域的能量场。这种说法在今天听来类似于对辐射适应性的猜测，而那些百工则负责构建一种特殊的接触装置，类似于某种能够与未知结构进行能量交互的设备。第1次东渡失败的原因并非迷失方向，而是未能对其坐标。根据后世推测，徐福掌握的星图存在误差，而这种误差并非人为，而是因为地球磁场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发生过一次剧烈波动，导致原本的导航系统失效。他回到秦朝后并未被处死，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因为他带回了一样东西，一块半透明的晶体，据说可以在夜间发出微弱光芒，并在接近某些金属时产生共振。这种晶体并未被记录在官方史书中，但在民间传说中被称为隐灵石。秦始皇对此极为重视，甚至秘密下令将其封存在咸阳宫地下。而这一举动也间接导致了后来的焚书坑儒，因为他意识到过多的知识会让人类过早接触不该触碰的领域。第2次东渡发生在公元前210年前后，这一次规模更大，准备更充分，而秦始皇此时的身体已经明显衰退，他迫切需要结果。徐福在出发前夜曾与皇帝密谈，据传他曾说过一句话：若归则天下不再为人间。
这句话在后世被解读为威胁，但更可能是一种警告。第二次东渡后，徐福彻底消失，再无音讯，而秦始皇也在巡游途中暴毙。史书将其归因于丹药中毒，但一些学者提出另一种假设：秦始皇之死可能与能量失衡有关。他在接触那块晶体后，身体出现了某种未知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缺乏稳定源的情况下迅速崩溃。至于徐福的去向，主流说法认为他抵达日本并成为某种文化源头，但在近年来的深海探测中，在日本以东约800公里的海域曾发现一组异常结构，这些结构呈规则排列，类似于人工建造，但其材质并非已知石材或金属，更接近某种复合晶体。而在该区域的磁场数据中存在周期性波动，与古代星象记录中的某些时间点高度吻合。有研究者大胆推测，这些结构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蓬莱系统，而徐福并未到达日本，而是成功进入了某种非线性空间。在那里，时间与空间的规则与我们不同，他和那3000人可能并未死亡，而是被保存在另一个时间层中。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一些未公开的考古资料中曾提到在秦始皇陵的某些区域探测到异常的能量反应，这种反应与现代核磁共振设备所产生的频率极为相似，但强度更高，且呈稳定状态。这意味着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可能已经接触到某种能量控制技术，而这种技术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徐福所带回的那块晶体。如果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一个全新的历史轮廓开始浮现。公元前210年，琅琊台海雾浓稠的近乎固态，仿佛这片时空本身正在发生某种胶质化的坍塌。秦始皇站在高台边缘，他的呼吸变得沉重且带有金属味，那是长期接触隐灵时候的典型症状。按照现代物理学的伪技术推演，这被称为高能粒子沉积症。他的指尖微微泛着青紫色的荧光，那是细胞核在微量高维辐射下发生某种不可逆跃迁的征兆。徐福躬身立于其后，手中紧握着一枚青铜铸造、内嵌透明晶体的复杂罗盘。这件被称为玄机位移仪的装置，其内部结构并非简单的齿轮咬合，而是利用流体水银在特定磁场下的超导特性，捕捉来自深海下方的低频脉冲。陛下，徐福的声音在海浪声中显得飘渺，坐标已修正。此前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地球磁极的岁差运动。那3座岛屿并非固定在海图上的经纬点，而是锚定在卡拉比丘流行的褶皱里。只有当月球引力引发的空间潮汐达到临界点，入口才会折叠。秦始皇转过身，深邃的眼眸中倒映着破碎的月光。朕要的不是解释，是结果。那3000童男童女已按你所说的基因共振率筛选完毕。百工所造之碧水梭能否抵御那里的坍塌？百工参考了隐灵石的晶格结构，在船底敷设了万枚玄武岩薄片，能够在大气中强行撑开一个麦斯纳效应屏障。徐福压低声音，语速极快，但陛下，臣必须重申，仙丹并非服用的药物，它是先行文明留下的生物信息重写流。一旦进入其核心区域，您的肉体将被数字化或高维化，您将不再受制于大秦的土地，甚至不再受制于这具躯壳。始皇沉默了很久，风卷起他的玄色龙袍。他深知这不仅是一场航行，这是一次物种层面的偷渡。第二次东渡起航时，海面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波涛汹涌，反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死寂。3000名孩童静默地坐在涂满特殊矿物涂料的巨舰中，这些涂料的主要成分是经过研磨的陨铁和朱砂。在现代材料学看来，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原始但有效的电磁屏蔽笼——法拉第笼。徐福站在旗舰苍龙号的甲板上，他手中的黑色石板开始发烫，石板上的几何纹路逐渐亮起，那是某种逻辑电路的感应激活。随着船队深入黑潮，天空的颜色从墨蓝转为一种令人心悸的暗紫色，星星不再闪烁，而是拉长成了细长的光线。空间曲率正在改变。徐福观测着水银罗盘的震荡，周围的海水开始向上流动，形成巨大的半透明水墙。根据现代量子引力学的猜想，当空间相位发生重叠时，重力常数会发生局部扰动。在孩童们惊恐的注视下，3座巨大的半透明的金属质感结构体从海平面下缓缓升起，那是蓬莱、方丈、
与瀛洲。它们并非岛屿，而是3座呈等边三角形排列的巨型环形加速器枢纽，其表面覆盖着类似三星堆青铜器的复杂云类纹。这些纹路实际上是微波谐振腔的外部溢出波导，巨大的能量束在3座岛屿之间跳跃，将中心的海域撕裂开一个完美的通向另一个时间层级的黑洞——爱因斯坦罗森桥。徐福回头望向西方的地平线，那里是大秦的疆土，也是他永远无法再踏上的故土。他知道这3000名基因纯净的个体并不是为了繁衍，而是作为一种生物载体去承载那个先进文明留下的庞大数据信息，从而在另一个维度重建某种生命形式，全速前进。他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巨舰撞向了光幕，在接触的一瞬间，所有的物质被强行解构成最原始的信息比特。与此同时，身在沙丘行宫的秦始皇感受到了一种剧烈的剥离感。存放在咸阳宫地下的那块隐灵石与远在东海的蓬莱系统产生了量子纠缠，随着徐福成功开启入口，作为纠缠端的晶体释放出了恐怖的能量流。史书记载，秦始皇暴毙于巡游途中，身体迅速腐烂，需用鲍鱼掩盖臭味，但未被公开的真相是，他的肉体在短短数小时内经历了数千年的氧化过程。那是由于时间场的不稳定，导致他体内的熵增速度瞬间失控。他的细胞在不断尝试重组，却因为缺乏蓬莱端的稳定频率引导，最终陷入了混乱的崩解。他在临终前最后看到的不是阿房宫的繁华，而是一幅宏大的图像，那是地球在大气层之外的轮廓，以及环绕在地球轨道上的早已废弃的卫星残骸。他终于明白，徐福所说的先行文明并非神仙，而是上一轮地球文明的移民。所谓长生，不过是回归那个被保存下来的非碳基的数字领域。让我们进入科幻推理环节。2025年，深海探测船龙宫号在日本以东海域的马里亚纳海沟北端捕捉到了异常的声呐信号。这些信号经过计算机解译，竟然与秦始皇陵中发现的编钟音频呈现出某种同频关系。在那片深海之下，探测器拍摄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在海床深处，3座巨大的散发着悠悠蓝光的晶体结构体静静地矗立，它们并没有被海水的压力摧毁，其表面流动着液态金属般的物质。而在这些结构体的中心，隐约可见成千上万个半透明的舱室，每一个舱室中都封存着一个看起来只有10来岁的少年。他们神情安详，皮肤下流动着微弱的金光，仿佛陷入了某种跨越1000年的深度休眠。在最核心的控制台前，一个身着古老方式长袍的身影背对着摄像头，他似乎在操作着某种超越时代的透明面板。徐福并没有消失，他只是在等待。现代物理学中的多世界诠释认为，每一个量子选择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宇宙分支，而徐福利用秦朝举国之力完成的是强行通过技术手段将大秦的一小部分火种嫁接到了一个零熵空间。与此同时，西安秦始皇陵的考古现场，当最新的介子成像技术穿透地宫封土层时，专家们惊恐地发现，地宫中心那个传说的拱海竟然在以一种复杂的频率波动。这种频率不仅是核磁共振，它更像是一种广播信号，信号指向星空深处，那里是北极星的方位，也是徐福石板上刻画的初始坐标。如果我们将这一切视为一场跨越2000年的实验，那么秦始皇的肉体死亡只是实验的代价。大秦帝国虽然覆灭，但那块被埋藏在咸阳地下的晶体，那个作为锚点的存在，依然在悄悄运行。每当太阳黑子爆发或地球磁场偏转时，2000多年前那个东渡的缺口就会重新松动。或许在某个特定的黄昏，当频率再次对齐，那些在深海晶体中休眠的3000少男少女将会醒来，他们将带着被重写的 DNA 跨越时间的长河，重新定义什么是人，什么是神。而我们这些活在所谓现代文明中的后裔，或许只是那场宏大实验中的观测者，或者仅仅是被遗忘在低端现实中的副产物。秦始皇并非为了权力而长生，他是在那个蛮荒的年代唯一一个看穿了现实围墙并试图翻墙而过的囚徒。而徐福则是那个为他留下了梯子却最终迷失在围墙之外的引路人。实验仍在继续，海底的结构体还在跳动，秦岭的地宫依然在共振。
2026年，西安秦始皇陵封土堆下方的探测数据陷入了一种逻辑死循环。由联合考古队部署的超导量子干涉仪显示，地宫核心区域的物质密度并非恒定，而是在以一种呼吸般的节奏进行着虚实转换。这不是土石结构。物理学家陈博士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波形，声音微微颤抖。根据介子透视成像，地宫中心那个被史料记载为汞海的区域，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液态金属冷却环，它在维持着某种极低温度，以保证地宫核心的量子相干性不被外界的热噪声破坏。随着挖掘的深入，一个被历史尘封的黑暗真相浮出水面：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并非仅仅是为了钳制思想。在出土的一批被称为近回简的碳化木片中，现代扫描技术复原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密令：凡察觉天球运行之意，知晓引灵时共振律者，皆没，其实不可流于凡世，恐扰大振之计。这意味着始皇在200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观察者的意识会干涉量子态，他必须抹除世间所有关于这种伪技术的认知，让整个帝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处于叠加态的暗箱。只有这样，他留在地宫深处的肉身和远在东海的徐福才能通过那块晶体保持长久的纠缠。与此同时，东海马里亚纳海沟北端的蓬莱系统被再次激活，探测机器人潜龙4号近距离捕捉到了那些沉睡少年的细节。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冷冻，而是被包裹在一种半透明的类似碳纳米管织物的薄膜中。这些薄膜表面流动的金光实际上是高频率的数据流，它们不是幸存者。陈博士在与深海基地的视频连线中疾呼，他们是存储单元，3000童男童女，每一个人的大脑神经网络都被改造成了一个生物存储节点。徐福带走的是秦帝国所有文明信息的二进制备份，以及一套完整的用于重构生物形态的指令集。这就是所谓的仙丹，它不是延寿的药，而是文明的种子码。徐福在抵达那片非线性空间后，发现先行文明的遗迹已经损毁，无法直接载入巨大的能量。于是他利用人类的生物体作为最稳定的载体，将那股来自高维的能量信息分布式地储存在这3000个纯净的大脑中。那一刻，深海中的结构体突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蓝光，原本静止不动的徐福虚影，那个伫立在控制台前的存在，缓缓转过了头。通过摄像头的捕捉，人们惊恐地发现，他的眼球并不是人类的构造，而是呈现出一种多面体结构的晶体感。他对着镜头，对着2000年后的文明，无声地做出了一个口型。根据唇语专家的解读，那是2个字：对齐。当蓬莱系统的频率与秦始皇陵地宫的共振达到完美的比例时，灾难与神迹同时降临。西安的地面开始了轻微的震颤，这种震颤并非来自地壳运动，而是由于局部空间的引力红移导致的光学错觉。封土堆上方的空气开始扭曲，呈现出一种极光般的绚烂色彩。而在深海，那3座岛屿般的结构体开始相互靠拢，最终合并成一个巨大的完美的几何球体。那是先行文明的末日逃生舱，也是徐福苦等了2000年的彼岸洲。在这一瞬间，2000年前在沙丘行宫驾崩的始皇，其留在地宫中的真实残骸，那块已经被晶体化的骨骼突然释放出了最后的高能脉冲。这道脉冲横跨亚欧大陆，穿透深厚的海水，精准地击中了蓬莱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远程授权，始皇并没有死，他只是在等待这个授权时刻。陈博士瘫坐在椅子上，随着授权完成，深海中的3000个舱室同时开启。那些少年睁开了眼睛，他们的瞳孔中闪烁着星系演化的推演过程。他们站起身，身体开始在海水中分解，转化为纯粹的能量态，涌向控制台前的徐福。徐福伸出手，接住了那道来自2000年前的带着始皇意志的脉冲信号。片刻之后，蓝光消失了。日本以东海域的磁场波动瞬间归零，探测器再也找不到那组宏大的结构，只剩下空荡荡的海沟和原始的礁石。而西安的秦始皇陵，那股持续了2000年的微量核磁共振反应也彻底熄灭。专家们进入地宫核心区域后发现，那个传说的汞海已经干涸，留下的只有一种类似陶瓷化金属的残渣。在原本停放灵柩的地方，并没有腐朽的尸骨，只有一套空荡荡的玄色龙袍，以及一块碎裂成粉末的半透明晶体。
这并不是一场失败的寻仙，而是一场成功的撤离。徐福和那3000人连同始皇积累的信息意志，已经通过蓬莱系统成功跃迁到了下一个维度。他们留给地球的只有这些支离破碎的传说和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物理遗迹。在考古队的笔记末尾记录了一个未被公开的细节，在地宫干涸的拱槽底部刻着一行极其微小的符号。经过现代计算机比对，那不是秦篆，也不是任何已知的人类语言，而是一串描述空间坐标的数学公式。公式的终点指向了距离地球 4.2 光年外的半人马座方向。也许徐福带走的并不是大秦的过去，而是人类的未来。而所谓的东渡寻仙，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在2000年前进行的一次孤注一掷的星际移民实验。历史依然静默，但当人们仰望星空时，偶尔会产生一种错觉，在那深邃的黑暗中，似乎有一支庞大的散发着青铜幽光的舰队正驶向那个永恒的长生之地。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